麻烦过一下。好，谢谢。哎，干什么呢？小心点，不是？别碰了！不是保护现场，不知道吗？新来的同志，你再把人吓着。没事吧？我第一次见尸体的时候，我差点没吐了。跟2月26日那起有关联吗？致命伤是一致的，利器切割喉咙。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还有，死者都经历过性侵。上一起案件的受害者头部有钝器伤，指尖里残留有凶手被抓破的皮肤组织，跟这一次还是有不同的。那也不能排除不是同一个所为，没准上一次罪犯啊作案的比较仓促呢。如果真是同一个人所为的话，那他这一次准备的更加充分，性侵时还特意戴了安全套。那是八坏人。保卫科双雄的思路够一致的啊。从那边走，我从这边走，咱俩到里面汇合，好吧？好。
到92年系列杀人案，简称88案，受害者全都是年轻女性，生前遭受性侵，死亡原因为利器切割后部。凶手选择在居民区或者矿场附近的偏僻地点作案，作案时间选择在雨夜，以此来掩盖作案痕迹。从受害者伤口判断，凶手是左撇子，作案手法残忍熟练。92年，凶手在最后一次作案后突然消失，至今下落不明。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你比陈山和童志距离嫌疑人更近，但你为什么晚到了？我睡了多长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不到10分钟。中了大奖了。要不你再眯会儿？睡不着了，神经衰弱就这样。那你得多难受啊！我值个夜班都得缓好几天呢。这些都完事了吧？今年能调到的重大刑事案件汇编都在这儿了。这是女性受害者案件，这是男性犯案人员案件。卫队，后半夜冷，你自己注意点。好。你我先走吧，到时候我把电闸拉了。那行，你慢慢看。超来了，小班。来了，超。哎，卫队。卫队，那个兰园抢劫案在哪儿呢？刚才抓了一小子，好像就是正主。东边左手第3排，628、629那一块。0628。我记得当时一共报过3起吧？第3起没法并案。0928那块。你蹲下来。右手边，928，你看看。为啥呀？因为头2起都是一脚踹门而入，第3起不行，一扇门上6个脚印，无论是破门方式还是力度，都跟前2起不一样，所以没法并案。哦。就服你。怀中市428强奸杀人案，受害者为中年女性，生前确实遭到过性侵，但是经过尸检发现，致命伤在颈部，水果刀穿刺而成，而且还有多处的反抗伤，可见凶手暴力侵犯的力度并不大。所以不能和88案并案。今天这行动怎么回事？没怎么回事，就是得了个信儿，说是有一群广州人要到我们这搞事情。孟老三知道他们住哪儿，我们就过去了。不知道行动之前要汇报吗？不耽误工作吗？不是我报给谁，不是也得报给您吗？您这么英明，您能不同意吗？所以省了这个手续。再说我们就过去探探风，谁知道探来探去，宋哲那小子出来了，气死了。什么叫那小子？人家进队比你早，好不好？早了不起啊！但是当然您了不起，他不行。你对人家尊重点行不行？毛病有你。你还别说，宋哲这次啊，守着上线得下线。你没过去之前，人家捂住了5拨人，战绩不小的。如果没有你啊，很可能还会扩大战果的。我向他做声教检讨。啊，你说说你们2个啊，提付出的事儿，
组织上刚考察完，这都没问题了，你非要闹这么一出，你说现在你怪谁呀？我没怪谁啊，那怪你自己，你怎么办呢？那都是人民公安，都为人民服务，我有啥可怪的？当不当副处长能怎么的？行了行了，你觉悟高。哼，狐狸呀，吃不着葡萄，够不到，他就说葡萄酸了。吃葡萄干你哎，你小子是不是也该找个女朋友了？帮你没事整理整理呀，洗洗涮涮的。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熊样。是不是谁愿意找我呀？白天不着家，晚上回去该睡觉也睡不着，那找我不就是耽误功夫吗？你有什么功夫可耽误的？我想听听。啊？办88案呢？你呀，我问你，像这样一个强奸、杀人、恶性连环案的人，怎么就会突然4年不出现？难道他是良心发现，心说不干了？会不会得了什么大病，失去了这个作案的这个能力，甚至死亡？现在想把他挖出来是越来越难了。那该挖也得挖呀。是啊，为了这个案子，你这没白天没黑夜的，把自己还真的折腾够呛。到现在，这得了失眠症了。但是国平，在宁江，也不止这一条案子。那些所有的案子也不都是你的，主次还是要分得清，要想得开，往前看。回头啊，抓紧时间，赶快把88案的材料整理出来，准备移交。移交？对，凭什么？命令，谁的命令？我的。那不听。什么？我的案子我凭什么移交给别人？我的命令你不听吗？我的案子我就不能移交？你跟我拧是吧？那好，明天先去水库干啥？锻炼。去了去了，又不是没去过。气我呢是吧？啊？来了，佩姐。上面好多钱呢！哎呀，怎么打到我这个妈的神经痛啊！没有，就前面一个门。注意点！上山了啊！干嘛？啊！你去哪里？干什么？哎，魏哥您来了。哎，魏哥这边请。又到几盘啊？2盘，香港那边过来的。而且还是带字幕的那种。您呀就安心看。然后您看您想吃点什么？来，票钱。然后你再上隔壁老王那儿给我端碗馄饨，多放辣油。好嘞。Whenever you slough off skin cells, for example, you're regenerating cells constantly. The cell that you have has the DNA in it, and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 cells, your body makes copies of that DNA. 多氧核糖核酸可以用于辨别凶手身份。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
你比陈山和同志距离嫌疑人更近，那你为什么晚到了？我跑错路了。你对电机厂那一带很熟悉的，那受害人怎么样了？
坐车吗？不用了，谢谢。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今天6时，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到明天14时，宁江市将持续雨夹雪，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没什么大事啊。卫队，你可来了！怎么了？出大事了，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来，让一下。没什么大事，你要支持一下。时间不会很长的，好不好？互相配合一下。包所，往后退。哎，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哎，大涛，来了。情况是这样。今天上午5点15分，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什么东西？去看看吧。走，来走。来让一下啊，让一下这儿。这是什么肉？疑似部分人体组织。据负责这一片的清洁工讲，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包裹得很完整，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作垃圾扔掉，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冻肉拿了回来。回到家里，他烧了水，打算为肉解冻，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二哥，2个组，3件事。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让咱们刑警做主导。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第二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一个一个查。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一个都别漏。明白。
卫队，又冒了。哪儿？四坡路。3队上车。同学们，因发生重大案件，今天的课暂停一次，大家自行复习啊。陈勇，去那边看看，了解情况。好，你跟我走。大姐，麻烦问一下，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人命关天啊，希望你认真配合啊。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你也可以跟我讲，我不跟你领导说。什么时候清的？我前2天滑了一跤，在家里歇了1天。所以哪天清的？前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前天24号。好，哎，您去吧。来，24号，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至少还有60、70斤不知道在哪儿。二哥，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比方说23、24，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那如果要这样的话，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很有可能。那这垃圾这个，老包，哎，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一般是归置到哪儿？哎呦，真是，这样我赶紧安排人去问。赶紧。这个包明显比豆芽桥那个包要重得多。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至少是个自行车。咱这么着，假设是豆芽桥、四坡路、往西颐和南路、往南华中路，这是分进路是吧？对。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近的用手提，远的用交通工具。那豆芽桥这儿，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咱们这样，往前推，时间拉长啊，5天。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明白吗？散。情况怎么样？结合刚才豆芽桥的，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但是具体情况呢，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哎，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你现在就是说，在假定的情况之下，你能给我什么？你估计大概时间紧迫。根据牙齿的情况，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有多年轻？15到35岁之间。面太宽，你给我收点。不是，它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收。根据我的经验判断，20到25的概率最大。性别？这个是真不知道，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好，明白。谁让你来的？水库看好了？是。对。目前什么情况？今天早上，你讲。是，碎尸案，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剩下的都没有找到。附近4个派出所，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这样啊，现在这个案子呢，就由你来指挥。
你怎么的？还想继续看水库吗？三队同志呢？三队的，过来过来。三队的同志，一人进一个队，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别愣着了，行动！是。咱们去那边。这查过的混在没查的里边，本身也没地方。这么多人在这翻，都乱了套了。二哥，这什么地方？112厂，早倒闭了。哦。我们现在啊，查过的和没查过的垃圾已经快混到一块儿了，得想办法去问一下，好吧？好吧，师傅。站长，咱们这个垃圾的堆放是按照您跟我说的大概日期来的，是吧？都没错。师傅，你们人多，先把离现在最近的门口这个25、26号这部分清出来，好吧？程勇，你带组人，在围墙西头开个口子，把已经检查过的往印刷厂大院里边排。然后是22号这一片，垃圾最多也最有可能有线索的，直接贴着它，从东面开个口子，扫完一部分就运出去一部分。等这2部分都清完了，地方也腾出来了，咱们再回头清23、24号这2堆。还是那句话，不光找石块，还要留意有身份信息的物品，好吧？好了，开走了。别动！后撤！江东宁江市。没有，应该没有这个市字。宁江什么分公司？这应该是22号的垃圾。兄弟，你先靠边喘口气儿。好，没事，不害心。我叫技术科的人，顺便给大家带点姜汤水。啊，再弄点感冒药过来。好嘞。啊，怎么了？说，小王庙派出所来了个电话，说有维修群干警看见过可疑的助力车。大哥，哎，我跟他去一趟，你把这趟看好了。好嘞，赶紧让技术过来。离开那个，这个东西现在谁也不许动，明白吗？我们这片啊本来就很偏，过了晚上10点，马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22号夜里吧，那时候雨刚停，我正好在马路对面处理一个最旱的事儿，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骑了一辆助力车，从这条路往上面走了。踏板上还放了一个桶。那个时候我把最旱的事儿处理完，我又看见他从那儿出来了，大概是3点多1点吧。他去哪儿了？哦，往那边，往那边去了。哦，奔市区了。对对。当时他看见你了吗？应该是看见了。啊，你穿制服了？穿了。好，添车了。哎，感谢，辛苦谢谢。这里边再查查去。这里头查？不是头，你是怎么断定他是过来抛尸，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啊？人刚才怎么说的？这人过去又回来，都是从他们眼皮里过去的。人就穿着制服，
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对这地方根本就不熟，怎么还可能住这儿？啊，对了，头儿，这里头所有的垃圾桶，派出所的同志全都翻遍了，结果呢，啥都没有。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对这地不熟，没找到垃圾桶，他就没抛，带着东西就走了。你真觉得这是垃圾吗？能带来带去的跑？那就算那里头有啥，你不会认为就凭咱俩就能把东西翻上，不回队里？你现在啊，帮我一忙，啊，做好一件事，啊，这啥事儿？把嘴闭上。好。这3条路走哪条？这店可太容易藏东西了，找都不好找，一点火什么都没了。你们怎么知道的？那天晚上狗一直叫了好长时间，就一直冲着那个大门外面叫的。接应啊！屁股都给我颠碎。这上面这么大雪，这下面咋这么快停了呢？哎呦，这么陡的坡啊！要没我，你骑都骑不上去啊！这没有车能走的路了。他再提着重物，要我是他的话，很有可能就把东西直接抛这儿来了，应该就在这附近。啊？
把东西扔到这儿，我们这东西已经很重要啊。下去看看。仔细点啊！一寸一寸摸。每个角落都摸遍了。摸着了，不管摸着什么都别吐里边啊，忍着点。飞，出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师傅。那把衣服拿来，快换上。哎呀，没感冒了。志远，怎么抖这么厉害呀？吓着了。你是个人啊，活生生的人，就那么被分尸了。所以啊，我们呢就得对得起他。好了，照顾点他。怎么成这样呢？啊？颅骨骨质发白，表面光滑，应该是经过高温的蒸煮。哎呀，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未成年的。从颅骨的综合特征来看，应该是名女性。要是有其他部分的骨头比对着看的话啊，应该会更加准确一些。我们刚才在垃圾场看到了疑似女性的长头发。我们看这脑瓜顶上这个切口这痕迹，怀疑就是剃头的时候造成的。这个恢复原样需要多长时间？颅骨破坏的比较严重，这轮廓点呢都已经不清楚了。要拿回化验室做一个手工填补，还原这个颅像。但是这样的话呢，还原的准确度不会太高。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什么快说什么，快点！垃圾都分完了吗？没有，回去接着干，干得精细点啊！哎，知道。就把那衣服拿着。师傅，杜平，累坏了吧？还好，那两片啊，都清暖了，什么也没发现啊。我们刚得到消息，受害人是女性。女的？所以是这样，一会儿跟大伙儿讲一下，一旦发现尸块，尸块周边的，特别是女性用品，一定保护好，千万别给碰坏了。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技术叫过来弄。好。还有，你们在捡垃圾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发现有什么东西，明明看着好像不应该是扔进来，但是不但扔进来，还给破坏了，这些东西也留神。好。啊，交给技术统一处理，好吧？好。哟，注意女同志的用品啊！有女同志的用品注意一下啊！大哥，
谁能吃这的啊？没说给我带一件呢。我跟汤，我们俩又发现一包，在哪儿？在一个排水渠里。失踪人员名单给咱们了，我刚催过，各派出所正在统计，随时就能送过来。真够慢的。这个巡警啊，是22号晚上发现的疑似抛尸的人，所以呢，你跟派出所说一声，就让他给我查22号之前失踪的20到35岁女性名单，别的不要，明白吗？让他快点，我再打个电话。陈叔，咱们工厂那个要不要跟卫队说一声？人家现在排查的是失踪人员名单里的人，烧高啥情况不知道呢，别给人添乱，赶快去。哦，好。快叫技术，快跑，快点，快，记住！这跟早上那包一样，全是肉，没有骨骼。这部分，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应该是颈部的环状关节的前呼吸。但是，从肌肉的伸缩程度来看，不像是死后被人切断的，应该是活着的时候被人一刀给割喉了。来盘生姜，暖和。哪儿捡的？你嫂子给带的。我觉得他回来了。什么？那个人，我觉得他回来了。少点进卧室啊！来。军儿，哎，
地图带了吗？在。找五分河粮站。找到五分河粮站。要有铅笔盒。杨树村小学。找到杨树村小学。好，延安巷。找到延安巷。二哥，五分河粮站，杨树村小学，延安巷。这个钟的话，福安里。福安里。这包石块是从幸福小区的垃圾箱运过来的。那二哥，你手里跑个头吧。好嘞。二叔，就这些蟹壳子、碎酒瓶子，怎么确定是这个小区的？想知道啊？啊，你教教我。去，问你师傅去。你等等我，你别走啊！师傅，你教教我，这么晚了，别让二叔去了，我去，保证完成任务，行不行？你喝得起这个吗？上沟大区。这一瓶刚我半个月工资了。哦。这个月份，你买得着螃蟹吗？买不着。你吃饭用餐巾纸？我不用。明白了。不是，这跟这有啥关系啊？小伙子，这可不能含糊啊！看你这意思，你还是没明白。你师傅的意思，幸福里是这一片高档小区，就是俗话说的富人小区。阿奎，我这样解释行吗？还有问题吗？没问题。你明白了，我还没明白呢。去了之后怎么做啊？找到这个吃螃蟹的，他有可能是这个抛尸的目击者。不管他去过哪儿，什么时间去的，然后怎么去的，路上都有谁，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闻到了什么，我都给他调查清楚。哎，啊，骑摩托车去。哎，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路上慢点，别乱七八糟的。好嘞。好，失踪人员名单收过来了。这是近3个月内报告给各个派出所的。新的摸排开始了吗？得等2天，说是人手不够。那是2天之后才能把结果送过来，还是2天之后才开始？师傅，您坐。师傅，您想想，最近咱们电机厂有没有失踪的？没有。再想想。没有啊。高秀莲。哎，厂里人撤案了呀。我人找着了是吧？没有。没有，为什么撤案？对，人家家属能同意吗？小周，哎，来，你给那个卫队和这个检察官把那个事儿给说清楚。卫队，就上礼拜1晚上9点多，我刚洗完澡回来，就看见高姐走在我前头，从后门出去了。哎，师傅，等一下！哎。那天晚上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你家里找不着人，他也没有亲戚朋友啊。那为什么要撤案呢？不是他那个厂长不让说。
最近咱们电机厂不是在改制吗？这个聂宝华天天找一帮人来厂里闹，非逼着这个工人签字同意。厂长就说这个最近厂里不能出事儿，你出事影响不好，就劝人家属回老家找找，所以就没报案。对，这高姐不是工会主席吗？对聂宝华那帮人的态度就一直就比较强硬。多大了？39，就前工会主席退休，大伙儿选的他。有多高啊？头发多长？身高有1.6米冒点，头发是齐肩的。那天你还看见什么可疑的人？有个人，就是砸我们厂长办公室的那个，好像叫虎子。他每次来我们厂里闹事，都骑辆摩托车。什么样摩托车？就那个踏板的那种。明白。师傅，这边你盯紧。好，二哥，咱走一趟。冒火了。大哥，没事吧？放话出去，刚才打我那小子，我要他一只手。魏队，您这是？看见虎子了吗？虎子？不知道。我说，这。
圈了啊！没事吧？没事，马上来人，马上叫你出去啊！那高秀莲说了，他跟虎子对着干，所以把他给绑架了。那个前户所问这案子是咱们接手还是移交分局啊？移交分局。头儿呢？行了，虽然扑错了，毕竟救你一条人命。啊？也是。有没有可能和88年226案挂上钩？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都是歌喉。88案前前后后都在下雨，这碎尸案前面2天也下雨。宁江1年有多少天下雨，知道吗？啊，平均5到6个月。您觉得？本案受害人遭遇性侵了吗？目前看不出来。法医提供的喉部伤口与88系列案件受害人的伤口比对结论呢？现在没出来。碎尸案最主要的特征是碎尸，88案具备吗？没有。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单凭一点点关联性就听出并案，你不觉得有点信口开河、异想天开吗？胆子也太大了吧？哎，吴教授，案情分析会胆子大点有什么坏处吗？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我们破案的手段已经在逐年提升了。犯罪分子犯罪的手段为什么就不能升级换代呢？我们假设一下啊，说这个犯罪分子88年那个割完喉，他潜藏起来了，一藏就是藏了4年。突然有一天，他被一个身边熟悉的人知道了他的情况，于是他决定必须要杀人灭口，但是又害怕我们警方牵扯出来他的社会关系，于是只能选择碎尸。碎尸正好能掩盖他割喉的手段。请问这么想有问题吗？这么大胆的想有问题吗？喂，冷静一点，都理解你的心情啊。照你这么说，88案的凶手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特征才碎了尸，是吧？可以。那我就问你了，那为什么选择2月26号这么敏感的日子来抛尸？这可是88案发现的那一天啊！难道他怕我们推测不出来？灯下黑，你不知道吗？不是，非要把碎尸案跟88案扯上关系，这太牵强了。为何被提出并案？我觉得个人色彩太强，我认为会影响我们目前办案的注意力，不建议采纳。什么叫个人色彩太重了？哦，您是觉得说我要并案，我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心里这坎儿过不去吗？我难道不是吗？陈山河的牺牲，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他的死，应该是你的动力，而不是你淡化纪律意识、凡事自作主张的理由。对，你这些年是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我也听说，麻烦也没有少惹。回到案件本身，不要因为个人情绪而陷入偏执。喂，领导不理解，我特别理解你。我用不着你理解宋哲，你说什么都可以，唯独这件事你理解不了。你说你今天跟那吴教授较什么劲啊？人家省里来的专家，旁边还那么多领导，咱同行都在那看着，你多少你得给人点面子。你呀，你这心里面有一块大石头，你这大石头要是放不下呀，
你迟早得把自己压垮了。来，哥几个，谢谢啊！菜齐了，吃饭，吃饭。来，老板，你这个这都什么菜啊？这是豆角炒腊肉，肉末茄子，芹菜牛肉，腐竹肉片。肉呢？里边有啊。啊，那个最近不是天气不太好吗？下雨下的多，你吃点素菜解毒。就因为老下雨，所以要多吃肉。扯什么吃素排毒？是不是怕了？肉都不敢吃了？啊！你白长那么大个儿了你啊！行，你不，老板，给你添个麻烦，麻烦把这4个菜帮我回个锅，该添多少肉添多少肉，好吧？行，不好意思啊。小飞，托盘拿来，把麻烦了啊，把菜撤了啊！哎，没事。谢谢啊。不好意思啊，哥几个，哎，这红烧肉算我的。你们都是小汤的哥们儿，那也是我的哥们儿。这道菜重做，很快啊，稍等。谢老板啊，抱歉，谢谢啊。我知道啊，你徒弟远志有心理阴影，你们也别笑话了。你们二叔我当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想起咱们那年的时候啊，碰到第一个案子啊，陈尸案，还是个老奶奶，水里泡了6天。我当时在岸边，我一看，哎呦，这家伙给我吓的，我那脸比他还白呢，是吧？打那以后见着水我就怕。可我现在学会游泳了，知道怎么回事？有一次在岸边正找线索，我那队长趁我不注意，咣当一脚就给我踹江里去了。我这扑腾就会了，没有过不去的，知道吧？都吃啊，谁也不许落呀！来，吃。你看着干什么呢？来。你怎么知道我要查性爱的？没事，别老瞎打听，弄得好像我们这有什么行动，你第一时间知道，这成什么了？这是我求着你来的吗？小聂总，哎，跟魏警官说说那姑娘的事儿。啊，行。哦，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呢有一个兼职的姐妹叫爱爱，上个礼拜就没来上班了，电话也联系不上，东西还在。哦，当天工资也没结，这也奇怪了，她是因为缺钱才晚上兼职来上班的。爱，她真名叫什么？真名都不知道。东西在哪儿？啊，里面这边请。好。啊，就这儿。我记得是，啊，这个。这个爱爱啊，人走了，东西还在，这都是。非得看什么呢？啊！哎，走，不是走，我以为在车里呢，你别废话。师傅，哎，你好，是领养队的，了解一下情况啊。你看看这个。他们说这个爱真名是爱英。爱英。他有主相。不一定。
下菜，回去。我要看你亲手抓住他。那你一定也知道，我比你还想抓住这个人。又怎么了？把衣服拉上。我不冷。这是幼儿园。用你提醒。怎么了？把衣服都扣上。不冷，不冷。幼儿园。幼儿园，就你看着最凶，笑着点，笑。乖，不哭啊！叔叔是好人，真乖。来，怎么了？洋洋不哭了，告诉老师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哭了，好，不哭。上个礼拜三，小艾老师跟我说家里有人病了，请了探亲假，这不，到现在还没来上课呢。是他本人请的吗？是啊，直接跟我请的。你能不能看看他这个办公室？哦，这边。哦。这就是小艾老师，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他虽然年轻啊，但是工作很有热情，而且特别有亲和力。听说他们家还是书香门第呢。近照吗？是啊，这个是上个月初参加市里那个文艺汇演时拍的。这张照片我能拿走？个人物品这。放心，园长，我们呢给你列个清单，签上字，调查出来要是没有问题啊，原封不动给您送回来。行吗？哦，放心吧。这个小艾老师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呦，她可真的是个特别好的姑娘，跟大家相处啊也特别融洽。你也别多想，我们就是提前了解情况。行吗？行吧。好，记好了，别落下啊。把这个登个记。他们家住哪儿？住北雨路那边。北雨路。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好，把这个收着，签上字儿，给园长留着。来，啊，我签了。好，不，好，来，什么人？快进去，有那么吓人吗？好，不哭了。走了。好嘞，谢谢啊。哎，不客气。好嘞，再见。程勇，找个医生看上写什么。好。你去看那个名单剩下那人啥情况。好。二哥，咱俩看看艾莹那边。艾莹，女，28岁，小红花幼儿园老师，结婚3年。3年。对。她的丈夫叫严春生，是肉联厂6车间的工人，半年前就下岗了，住在宁江市前湖区北雨路28号1单元302，也就是肉联厂的家属院。半年前他就搬出去了，在湖西街小屋村住过一段时间，再之后
住那儿，没有再做过变更登记。啊，那肯定不在我们街道。昨天接到你们的电话，我们就挨家挨户问了，没人失联失踪啊。你们街道多少户人？3745户，常住人口有9361人，流动人口常年在400到500人浮动，最后一次登记是406人。这么多人，这么快就挨家挨户问了？差不多，差不多。你们所还多少人？都出去支援了，能动的就我一个。北雨路和小屋村，平时房租多少钱？北雨路60，小屋村40块左右。啊，地图。啊。来，麻烦你把这个房租40块钱以上的地方都划掉。麻烦你，把你确实落实过的地方标一下。等等，我说的是确实落实过。啊，好。这墙里就是润联厂的库房吧？对。严春生这个人呢，这是3棍子干不出一个屁来。以前在厂里的时候啊，谁不是一块喝个酒呀、跳个舞啊啥的？就他跟谁都是不怎么搭理，直眉瞪眼的。要不头一批下岗呢？哎呀，这严春生性格很内向啊。他媳妇是老师，这性格应该是外向的，还行。这感情互补了，他感情应该很好吧？还有啊，那会儿咱们住家属院的时候，我就听别人说这2口子吵架，严春生差点把他媳妇儿掐死。为啥？哼，好像是说他媳妇儿有病，生不出孩子。那儿就是他干活的地儿。来，进来看看，两位。来。来里头。这袁春生在你们车间具体是干什么工作呀？切割猪肉，大卸8块。要不咱们厂里啊换了机器，严春生那手艺啊，他还下不了岗。一晚上他一个人能拆20多头猪呢。哦，那他夜班啊？可不是嘛！要不咱们怎么说不是他媳妇的问题啊，是他自个儿不够卖力。二哥，哎呀，这车间呢，得有小半年没用过了。那得有。那会儿他就是在这儿工作。对，就这儿。魏队，少了一把。应该和这把是一样的。从后边看，他还挺像严春生的。你这么一说，是挺像的。这严春生也一天到晚穿个皮夹克。乖，不哭啊！这叔是好人啊，拿着。我们真的挨家挨户都问过了，没有。那行，辛苦了啊！哎，
怎么了？不对，但具体哪儿不对，我说不出来。办案嘛，他就是这样，就跟我在家辅导我女儿做数学题，总是自我怀疑。怎么样？二叔啊，头儿，病历事儿搞清楚了，是流产。流产？艾莹不是不能怀孕吗？搞错了。那就言春生有问题。艾莹外面有人儿，被严春生发现了，一怒之下行凶杀人。这俩人结婚3年了，再加上肉联厂每天晚上夜班，严春生根本没有时间再作案。这下杀了人，正好可以利用肉联厂的设备和环境，随时再抛尸。肉联厂还有拉肉用的电动车。严春生，看来这次咱真的要钓到大鱼了。哄了半天，那孩子说看见男的身上全身是血，我问他在哪儿看到的，他说就在前面那个路口的拐角里边。强哥，等会儿吗？啊！就是灭灯这间。你们俩从后边兜过去，二哥，咱们走。走。头，后面没人。二哥把照片给他们，你赶紧去找唐宋楚，让他们组织人抓捕，别让人跑了。快！好。宋楚，宋楚。怎么了？卫队已经找到了艾莹的住处，他让你一旦发现这个人，立刻进行抓捕。严春生，头，哎，来，让咱们人看一下这照片，只要发现直接抓。行，知道了，你赶紧回去吧。好，先走了。辛苦。刚下班吗？刚下班。去哪儿？去银行取钱。哎，你好，这边。好，谢谢。这炉灰还是干的，没准昨天用过。不好说呀，没准人今天还用过。如果严春生在屠宰场进行的分尸，那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第一作案现场。所以我们现在着重要找血迹，尤其是喷射状。对。
刘队，看这儿。救赎应该快到了。保护现场。先出去。二哥，啊，奇了怪了，又发现个死尸，还是个男的。派出所的，我找魏队。魏队，派出所电话，疑犯找到了。宋庄那边来的吗？不是，疑犯自首了。啊？对比过了，死者就是严春生，案子现在移交分局了。他早就该死，他不是人。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啊，你衣服上这个花哪儿来的？是个胸针，之前参加文化宫活动的纪念。每个女孩都发了一朵。什么人参加这活动？各个单位都有，太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了。别出去了。新失踪的人员名单全在这儿了。这哪有姓艾的呀？是啊，这都找多少遍了？已经跑了4次了，目前只发现颅骨，没有发现其他部位骨骼。警长就说，他还会再次抛尸。魏队，你要的团委活动人员名单我给你拿来了，40岁以下的女性一共71个人，全都在这儿了。你先看看这个，这个除了名字对不上，其他都没错。棉纺厂的，失联1个礼拜了。你这肯定不对啊！第一包衣服是21号抛的，他22号离的场，时间上对不上。老鲍，再核实一下。对，联系一遍，挨个落实到人头。好。于爱群，
连呼3遍95733，速回电话3325-571。啊，于爱琴、爱卿，这俩名他不挨着。陈浩瀚还老管自己叫陈好汉呢，你就不能让我蒙一下？行，但愿你蒙的对。 二哥，你跟那个霞溪派出所同志，还有这个保卫科，你们把整个校园摸排一遍，犄角旮旯别放。走。这个于爱琴啊，是我们学校95级的新生，她同宿舍的同学说呢，上周五就离开宿舍了，去干什么咱不知道，可到现在这人都没回来。记下来啊。你等一下，我给你叫人去。 哎，跟于爱琴一个宿舍的，来，出来。这几位跟于爱琴都是一个宿舍的，快。看看这些东西，见没见过？眼熟。你们好好想想，身边的同学有没有穿过类似的这种衣物？这些。 都是于爱琴的吧？哦，对，你看这双鞋子，这好像是她男朋友送她的那双。男朋友叫什么呀？啊，我不知道。见过吗？没有。那你听谁说她有男朋友的？我猜的。她这个人挺孤僻的，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说话。你为什么猜她有男朋友？她家里条件又不好，如果不是她男朋友呀，哪能买得起这样的包包和衣服呀？是吧？行，好，知道了，就这样。行，那你们先回。老师，于爱琴是出事了吗？于爱琴，你呀，带我去他们宿舍看一眼。那我先跟宿管打个招呼。我跟你说的是带我去他们宿舍看一眼，没让你打招呼。啊，那先回吧。走，回去。 薛老师，今天没课啊？啊，没课。哎，薛老师，你知不知道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哎呦，我感觉这事儿还不小呢。外面来了好多警察。今天啊，老张一早就去科里了。哎呦，看他着急忙慌的，连早饭都没吃。我走了啊。哎，好嘞。哎，薛老师，等一下，你顺便帮我倒下垃圾呗，谢谢啊。没事儿。篮球场旁边这个楼啊，就是小教学楼，这栋楼也是。你看后边那个是教师的宿舍楼，教师的宿舍楼后边呢就是男生的那个宿舍楼。有学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吃过的骨头他丢在解剖室了，要是跟蛇缠了混在一块怎么办？外头也进来一些。大姐刚才说那个骨头扔哪儿了？
实验室。实验室在哪？就楼后头。带我看看。那走。徐娟，把这封起来，看着别让人进。是。你们现在把于爱琴的个人物品也封起来，包括床铺。不是，我们有时候这人体教具放的不是很合适。你们有没有被泡过的、被福尔马林泡过的教具吗？有吗？我赶紧跟巡演会走。你跑不了了！哎，同志，公安局的，送货的。送货的？送什么货啊？厂里面的货。等一下，同志。当老师的，当老师的，什么老师？都看清楚，正门、西门、北门、东门，所有门外侧的道路全部封死。是。师傅，什么情况？我们刚才正在这儿走访于爱琴的信息，巧了，在一间解剖课教室里边发现了人骨。正常教学使用人骨都得经过这个福尔马林处理啊，但是这个没有。你怀疑于爱琴的？技术正在检验。问题是上一个刚刚使用这间教室的一个教师，解剖课的，叫薛家健，见着我们掉头就跑，我们还没追上，应该是还没有跑出这个教学区。你现在怎么办呗？关门大口啊！我现在是已经跟整个这个学校的这个保卫科都通知了，所有的门必须封死，女教职员工、女学生都可以走，男的一概不放。但是，因为这个学校呢依山而建，有这么几段围墙啊可能会漏鱼，所以必须安排专人来盯死。
赶紧安排刚到的人补上。是。来，同学们，不能出了啊！怎么回事啊？我们放学了，我们得要去回家呀！这回也太长了，我们要走啊！你不能不让我们回家吃饭吧？现在我们这边有个案子，需要配合一下，需要大家配合一下，好不好？大家配合一下。这搞多久？我们要吃饭啊！我们要回家，让我们回家。学校外围的警力都到位了吧？到位了。这儿就是教职员工的家属院。3队刚才就近已经对这进行了排查，没有发现什么。走的时候留人了吗？留了。那好，说说。徐小健，男，31岁，未婚，身高大概1.75米左右。这个人身形还比较矫健，对整个这个教学区的地形很熟悉。他从这个山脚逃窜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是落锁拉网，所以相信抓着他就有一个时间问题。现在我们3队建议啊，把我们的人员切成2块，一个山下，一个山上。咱先说山下，山下，正门到平凉巷这个西门这一块要多布一点人，为什么？这一块呢，区域很大，涉及面很广，人员构成也很复杂，有教学区、有宿舍区，还有这个制药厂家属区，所以要多放人。那第2块呢，人可以少一点，北门到小东门这一带，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我是在想啊，一旦在抓捕的过程中，嫌疑人犯险，很可能会伤及到无辜的群众，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把学校里的人撤了，然后再抓。啊？抓捕凶犯是很重要，但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是我们要考虑到的。今天是周6，我相信学校里的人应该不会太多。郭领导，我是这么想啊，在不改变包围圈的前提下，我们分割进行，撤一块，搜一块，确认安全，撤出去的人呢再返回，这样不但安全，还能缩小我们的搜索范围。顾局，您看呢？老吴。你怎么看？我看行。来，停。宋哲，这样啊，你带上区治安，还有刑侦2个大队，加上学校保卫处，就从这制药厂的家属院开始给我排查，一定要做到啊，楼不漏户，户不漏人。是。稍等，这是排污水管缆图啊。嫌疑人会不会从这个排污管道跑出去啊？派人把所有通往校外的这个排水口都给我卡死，明白？再等会儿。这是什么图？这2个图不一样是吗？这个是个老图。哦，这是老图啊。这个也是排水系统吗？这个是很早以前的那个排水槽，已经废弃了，也不流向那个学校外面。行动！是。你带人去红玉楼，你们带人去博学楼，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教师宿舍，所有的出入口给我设卡，一层一层往里搜。是。一组跟我，2组跟我走，3组这边。急救方向什么事都提前准备好啊！还有队啊，后面。一个一个来，别着急。准备好啊！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好。快写，快写，快写！跟我走。来，郭局。什么情况？确定是人体骨骼，袋子还是新的，应该是今天抛的。恐怕其他地方也会有啊。通知所有人，一会儿排查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所有的犄角旮旯。好。
小王。薛家健，本地人，对，本地的，一直都住在和平路吗？从小就在。那儿有个和平路小学，你知道吗？我就那儿毕业的。还是校友。哎，你知道上学那会儿最烦什么吗？换座儿，每周都换，还总是把最邋遢的那个换到我身边来。你们那时候也换吗？我就没跟女孩同桌过。比换座更烦的是啥？换教室，大包小包的，贼麻烦。你们现在也换教室吗？和平路小学。宁江医学院。换。不换。换还是不换？我的意思是，一个学期之内就不换了。那你的教室是固定的？对。还有其他人有钥匙吗？有。教务处、清洁工。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有可能接触到你教室里的物品，对吧？对。这需要想吗？我是想回答的更准确一点。警察同志，你们到底在我教室里发现了什么呀？你认为我们发现了什么？我哪知道？不知道你跑什么呀？没有法律说不能跑啊。那把自己跑出个嫌疑人来，你傻不傻呀？哎，你身上为什么会有乙醚啊？那东西是不能带出教室的。我不小心穿在兜里忘了。不小心？你装乙醚的瓶子不是标准规格，是从其他容器里面倒进去的。你管这叫不小心？是课程需要吗？什么课？哪一节课需要用乙醚？哪一个程序需要这么做？薛家健，回答我问题。好了，这样你先回答我问题，接着说。应该是人骨，准确的说是股骨。哦，看得挺仔细，挺清楚，一下就能看出来，是吧？我就是干这个。是干解剖的呀，你还是干碎尸的？魏段。我不明白你在问什么。刚才你不是问我们说，在你教室里到底发现什么？我告诉你，发现就是这个。这骨头为什么会出现你的教室？可能是教具吧。没用福尔马林泡过的，你直接当教具吗？你糊弄谁呢？这确实看着不像。不像什么？那像什么？装傻！我告诉你，高温蒸煮。高温蒸煮的可以当教具吗？来，你给我解释解释。可以当教具。你再说一遍。高温蒸煮是制作骨骼标本常用的方法，是为了清腐去脂用的。但是我们不常用，是因为去脂不彻底。啊，不彻底。但是你还是用高温蒸煮了它。
你为什么把它煮完之后放到你教室里？我没这一学期的课你都用不着这根骨头，因为你在教的是神经系统。为什么？你把它煮完之后放到你的教室里。我们来到你的教室，发现了这包骨头，然后回头一看，一喊你名字，你跑。不，为什么？这个，你跟我讲清楚。你跟我讲清楚。喂，你的。你先出去休息一下。走，咱俩一起去休息一下。薛家健，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卫队的问题。等我再回来，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真实的回答。出来。宁乡医学院本校生，毕业就留校，那你学习成绩一定很好。还可以吧。听说学校还让你负责对外的教学展示。对。这么好的前途，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情？我承认，是我偷拿了1米。偷来干什么？卖给谁？我还不知道呢，但我知道私下会有人买这种麻醉品，我就偷偷藏了那一小瓶是样品。你逃跑，也是因为这事儿啊？如果你换作是我，就因为偷拿了一小瓶乙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你会信吗？不是一小瓶，是一大瓶。我们学校工资太少了，我才鬼迷心窍。行了，学校进了什么药品都是有台账的，特别是这种管制药品，少了多少我们能查得一清二楚。对，学校都有账，你们一查就知道我拿了多少。2月25号你在干什么？一天都要说吗？从起床开始。25号，大概10点半，我就上床睡觉了。这就是我一天的活动。24号，你在干什么？从起床开始，一直说到睡觉为止。这就是在薛家健家里发现的菜刀，这上面一点卷刃都没有。别说切割人体了，就做饭都很少用。这应该是把新刀。医学院刀很多，并不一定非用这把吧？对。他上课时候用的手术刀我们也在收集，但是柳叶刀没办法切割骨骼，而且你们在教室里面发现的那包人体骨骼有锯过的痕迹。所以我建议你们去查一查骨锯之类的工具。要是真骨锯的话，那声不小。要这么说都不是工具的问题了。第一现场可能就不是他那宿舍，那宿舍你想隔音差还没有下水。加大力度，把医学院咱们再仔仔细细的再摸一遍。那包东西怎么样了？哦，对，到哪？你看这刀把新的，
这些内裤都是被清理过的，上面根本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证据。这么多，这是一个人吗？应该不是一个人。这些尺码和新旧程度都不一样。你们可以去找一下于爱琴的舍友，或者是比较亲密的同学，过来辨认一下，这是不是他的东西？辨认死去同学的遗物，难为这帮孩子了。我更正一下啊，虽然在尸块附近发现的传呼机是于爱琴的，而且她也正好失踪，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确定于爱琴已经死亡。他们家人什么时候来？同事了，应该就到了。带走，来排队往外走。来，有吗？有。讲。6号。你确定？就是他，那天看见他把那个包扔到垃圾箱的。谢谢，谢谢，辛苦辛苦了，来，去做一个辨认笔录。好，谢谢。看他腰还撞上了，是脑袋疼啊，屁股疼啊，还是半身不遂啊？都不好使了。对，技术科那边有电话让你去一趟。你去忙你的吧，我回去做功课，争取把口供拿下。师哥，我之前态度不太好，我跟你道个歉。麻烦你以后在正式的工作场合称呼我的姓名和职务。卫队马上到，咱们开始啊！好，走。来，同志们，过来。来，过一下。开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啊，昨天呢，我们成功的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而且找到了指认薛家健抛尸的目击证人，还有他藏着的呢这个女性的内衣。这是截至目前为止啊，我们取得的最大的收获。经过连夜的突审，我们也发现了，我们现在呢也缺少很多关键性的证据。同志们，现在新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是，就这些困难如果不解决的话，我们现在确实挺尴尬。首先，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作案凶器在哪儿，也没有办法确定其他的尸块会藏在哪儿。最重要的是说，受害人到底是不是之前失踪的这个于爱琴，搞得我们很尴尬、很被动。从目前来看啊，凶手在医学院分尸的可能性很大，因为那里便于作案，而且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现在对薛家健形成最大压力的证物就是那几条女士内裤，接下来我会以这个为突破口。那就要严格的清查他的过往经历，尤其是跟女性的交往过程，要仔细严查。明白，这事儿我来查。但是我觉得啊，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灰心，毕竟人抓着在我们手里，什么时候吐就是一个时间问题。特别是这个目击证人，一看见他，一眼就认出来，说抛尸的就是这人。所以，我觉得见谅。现在就这么乐观，恐怕还为时过早吧。接下来的具体工作安排，还是没有补充的吗？我这没了。真的没了？没了。宋哲，医学院那些闲置的教室、实验室、仓库，再给我仔细捋一遍。尤其是人体标本实验室，要防止他把那些不好处理的尸块混藏在里面。明白。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大家？好，齐头并进，干活。报告。
各位领导，我有个想法，下来再说。说。薛家健收集了那么多女性内裤，而且新旧尺码又完全不同，那岂不是说他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他受害者难道也被分尸了？老陈，你把我清单拿过来啊！老陈，公安局的同志来我们厂了解一下情况。这我们办公室主任。你好，你好。给你打听个人啊，这个女职工姓梁，20来岁，有没有？20多。梁云。来说说情况。她吧是咱们这个百货商厦的一个营业员，啊，人呢长得挺漂亮，业绩啊一直是他们在最好的。人现在在哪儿？我也很久没见了，听说是回家结婚去了。宿舍在你们这儿吗？他是在外面租的房子。在哪儿？我还真不知道。那行了，麻烦你了啊！不客气。好嘞。哎，好，请。这些是我们在旧下水道发现的，看着眼熟吗？这些都是女人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邻居说，在警方到达医学院之前，你在用消毒水洗衣服，洗的什么？一件衬衫。你平时洗衣服只洗一件。还有内裤。是这些吧？不是，我洗的是我自己的男士的。几条？4、5条。4条还是5条？不是，这很重要吗？你对24、25号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反而对更近的事情记不清了。而且你说你平时很爱干净，为什么内裤要攒那么多条才一起洗？还有，我们在你宿舍发现了晒着的衬衫，洗完的内裤呢？那我记错了，我没洗内裤，只洗了衬衫。为什么前后回答完全不一致啊？你们反复让我重复太多遍了，我脑子已经进入疲惫期了。你说你只洗了一件衬衫，对吧？对。那为什么我们找到这些内裤的时候也是被清洗过的，也有消毒水的味道？你怎么解释？所有人都可以用消毒水洗内裤，这能说明什么？一般人不会把没晾干的衣服藏起来。你怎么就能证明是我藏的？这个包是你的吧？这是你们单位发的，发到你的时候正好缺货，于是他们又特意买了一个，外表看起来都一样，但只有你的包是广南箱包厂生产的。当然，这一点你并不知道，我们也是走访学校后勤才发现的。怎么不说话了？我要休息。理由？头疼，想吐。你们抓我的时候用了严重的暴力，我现在脑子一片混乱，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这小女孩吧，人还行，就是有点臭美。每天上班的时候啊，都化妆，那个高跟鞋也是不停的换。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住哪？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下班的时候啊，总往南走了。往南是骑车还是公交？啊，没有，她应该住的不是很远。怎么呢？她每天早上那个7点半起床，说都能赶得上我们8点的点卯，所以说她应该住得很近。如果你们要是见了她，让她赶紧把那个奖金拿走。会计啊，都催了我好几遍了。一直没结吗？没有，这现在小姑娘任性的，说走就走，连招呼都不打。还是过了2天，他们家拿那个东西的时候啊，告诉我说不在这里干了。他们家谁拿东西？老崔，你看看，这来拿东西的是这个人不？哦，对，是他，就是他。好，那这样，情况我们了解了，谢谢配合。哎，行了，耽误您时间了啊。哎，没有，慢走啊。哎，南边出租房，步行半个钟头，不好找啊。半个钟头用不了，还得洗漱呢，还得买早点呢，15分钟最多了。15分钟也用不了，最多5分钟。
每天呢化妆，穿着高跟鞋上班，你们不懂语言。对你懂。哎，怎么了？那个卫队还没结束。怎么那么磨叽？哎，完事儿了。他说他头疼，医生在里面检查呢。真会装。帮他治。哎，干嘛？他正愁装的不像呢，你要去配合他吗？明显是在拖延事情。我知道，所以一开始就不应该太轻敌。我说到什么时候头疼的？那件女士内裤。涛，梁云家找到了。走走走。这一片比较老旧的小区，很多外来的人都会住在这里，因为它的租金比较便宜。这个嫌疑人一直住在这个1楼，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啊，这位是房东。进里面，开门。二哥，叫技术进场。那是2月24号9点多，我坐公交车回家，下了车以后，回家的路上就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我。你说，你看到他戴了一顶帽子，是这样的帽子吗？是这样的。那是这个人吗？他蒙着脸，我认不出来。没关系。等一下，可以再让我看一眼吗？
是他。你确定？你看，我忘不了这双眼睛。薛家健，2月24号晚上你在干什么？下了晚自习跑步去了。那天你跑了多久？8点到10点，跑多久我记不得了。顺着哪条路跑的？顺着河东滨江路，从观安巷交口，跑到了历城巷交口，从春光路回学校了。你抖什么呢？手又怎么了？没什么，正常。你平时做手术哪只手拿刀啊？左右手都有。那天天气怎么样？来，你给我看看你手。给我看看。打开。你认识我？对。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我吗？认识。到底认不认识？我以前不认识，我现在认识。什么叫以前？我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没见过我吗？1988年你在干什么？对。 2月26号晚上你在干什么？1988年3月17号晚上你在干什么？1990年2月7号晚上你在干什么？1991年12月14号晚上你在干什么？还有1992年11月5号晚上你在干什么？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装糊涂！我刚才说的所有的日子，都是你马上就要离开宁江的日子。你干嘛去？你为什么离开宁江？听不懂，装糊涂是吗？1988年的3月17号，电机厂院里的废料堆，你见没见过？我见没见过？1988年3月17号，卫队，我在问话呢。1988年3月17号晚上，你再想一想，你到底见没见过？卫队，送去找你。来，刚才的为什么没找？现在才找的呀，让咱俩出去一趟。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这点事儿让你们吵2回了。我们？你和那个男警官，我看出来你们好像之间有点分歧。是，你说对了。这个还记得吧？啊。 你们之前说在我教室找到的那个鼓鼓，这是一起杀人碎尸案的证据，就发生在2月26号。部长，你只管记录，有任何问题我来负责。我明白了，怪不得你们之前总共26号前后的事儿，但你干嘛告诉我这个呀？你觉得呢？我哪知道啊？你跟这个案子有关系？没有，绝对没有。你说没有就没有。 我们没有相关的证据是不会找你的。有人指认24号晚上在福安里看见你扔了一个包，那个包里装的就是部分尸块。你给我这胆儿，我也不敢呀。你之前口供说，24号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你在江边夜跑，对吧？按照这个距离，我们怀疑你是以夜跑为名，带着这个包去到了平时你很少涉足的福安里进行抛尸，然后再返回江边，这时间上完全来得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剩下的尸块扔哪儿了？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干。那些内裤都是从受害者身上得到的吧？是不是还有其他受害者
你是不是都把他们分尸了？我跟他们都不认识，我干嘛要杀人啊？我凭什么相信你啊？2月24号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你到底干什么了？我在平凉巷。谁能证明？有个人可以证明。他是谁？一个女人。我对她做了不好的事。国平啊，凶手有什么特征没有啊？好像是个左撇子。还有什么？天太黑，我没看清。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咱们随时都可以停下来，等你好一点，咱们再开始啊。你问吧。当天晚上，你和陈山和同志在堆料场巡逻的时候是怎么分开的？堆料场是分类存放的，地方不大，但是死角很多。也是想节省时间吧，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说要分开走，在最西面汇合。那抵达现场的时候都看见什么了？嫌疑人拿刀要捅受害人，我喊了一嗓子。山河回应了，然后我跑过去，嫌疑人把受害人一推，就跑了。那受害人怎么样了？应该吓坏了。那你呢？我放下受害人，我就去追嫌疑人。嫌疑人有没有脱离你的视线？也就是说，你比陈山和同志距离嫌疑人更近，那你为什么晚到了？我跑错路了。你对电机厂那一带很熟悉啊。刘国平，鉴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的表现，区党委决定给你申报3等功。我不要。你听我说，我们呢也理解你的想法，但是荣誉除了表彰你本人之外，更是对公安战线其他同志的鞭策和鼓舞，也是对流言蜚语最后的回应，明白吗？遗憾的这次心碎过几回，疼痛强烈深有体会，勇往直前无法与生媲美，生来平凡啊也对。面对着风霜，写下对昨晚心无愧。面对着困难，反复问我是谁。面对着希望，不甘于平凡不能美。嘿，他是谁？为什么让我哥一个人去抓坏人？你跑哪儿去了？你们不是一块儿出去的吗？胆小鬼，是你害死我哥的！哎，你胡说什么呀？昨天的作废，悲喜交加尝尽人间百味，谁不想一世荣归？从警就有牺牲的可能，这怎么能怪你呢？强烈深有体会，勇
晚之间无法与生媲美，生来平凡而也对。面对着风霜，写下对错问心无愧。面对着困难，仿佛问我是谁。面对着希望，不甘于平凡不能美。嘿，他是谁？像梦境原委。现在这个碎尸案，有没有可能和88年226案挂上钩？什么叫以前？1988年你在干什么？1988年2月20，还有1988年3月9号、2月7号、1992年11月5号，晚上你在干什么？88年割喉案的这个人一藏了整整4年。突然有一天被他身边的一个熟人发现他这个情况了，于是他迫不得已必须杀人灭口，但是他又害怕我们警方发现他的社会关系，找到这个人，于是怎么办？他必须碎尸正好能掩盖他割喉的手段。请问这么想有问题吗？这么大胆的想有问题吗？我们现在查的是碎尸案，你问的全是88案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这2个案子很有可能是他一个人干的，这是一码事。干解剖的呀，还是干碎尸的？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不是被谁下出来的口供。本案受害人遭遇性侵了吗？薛家健就不是左撇子吧？还有，88年他才多大岁数？医学院的学生，他能看出那么大的吗？我没见过你啊！我上大学啊那会儿，没毕业呢。什么叫个人色彩太重了？哦，您是觉得说我要并案，我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吗？我难道不是吗？魏国平，到。你怎么看？怎么看我们说的这个恶意？这样吧，我换个问法，以你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破案过程中有没有过因为这种特殊的恶意而影响你的判断，甚至判断失误？对不起，我没有听清，你是有还是没有？有，很好，承认自己有，就是消除恶意的第一步。魏国平很真诚，也很勇敢。说一个警察是不是勇敢，那还不光是要看他是不是奋不顾身、不怕死。还要看他敢不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敢于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推翻自己，否定自己。因为人要做到否定自己，这是最难的。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很折磨人，一点都不亚于那些没日没夜的蹲守、大海捞针的排查、流血流汗的抓捕。作为警察，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课。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对不起。可能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因为我们破案，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还是错，而是为了追求真相。为了这个目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推倒重来的，包括那些自己认为是确切无疑的东西。只有你敢推翻它，才有可能更进一步的接近真相，而这才是我们工作的本质。请大家都记住这一点。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好了，言归正传，现在来谈谈我们今天的主题：刑侦的方法与手段。
快来吃吧！开饭，开饭，该凉了。怎么样了？指纹提取已经完成2个片区了，剩下的也已经在催了。啊，那个漏采名单给我看一眼。好。给。哎。哟，有熟人啊？谁啊？哎，不重要。蒋果善。关门了。一会儿到了那个学校，你呢负责这个。干嘛呢？谁是？薛家健性侵的受害者，我正想办法让他报案呢。安保呢？哪那么容易啊？需要二叔帮忙。那不用，你们要进去了，人更不放松了。哎，哎，不是，干什么？不找，不给你们的，给人姑娘的。你跟他熟啊？要么怎么说你们这帮大老爷们儿有时候脑子里就只有案子，跟不同的人沟通要用不同的方式。哎，学着点儿。先吃点东西。还有喜欢吃的吗？不用了，谢谢。没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你想想，你如果不站出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者。嗨，你二嫂每次想花大钱的时候，也用小礼物贿赂我。好使吗？好使妈，老妈去了。小张同学是吧？啊，还是上次那个事情，对于爱琴，你们俩不是一个宿舍的吗？想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上次我都说了呀，我知道的都说了。对，主要是我们这个事情有点复杂，还是有些新的信息呢，想跟你再确定一下，也看看你有什么能提供给我们的。你别紧张，好吧？咱们就当聊聊天。对，来，随便聊，知道。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行。来啊，大的，哎呦，谢谢。小时候最爱吃这个。别客气，来，哎，有热水吧？有。好，对，倒点热水。你给我换个颜色。啊，你不吃吗？你这种老吃口香糖，色素太多了，我就不吃了。老了。你老了，我岁数比你大多了。姑娘，喝点热乎的啊。谢谢。那你们年轻女孩现在都喜欢什么呀？不同的人不一样吧？嗯像我就比较喜欢看电影。哦，有的人喜欢滑旱冰，去歌舞厅的也有，但不多。学校不提倡孩子去那些场所，是乱，也不安全哈。于爱琴喜欢什么呀？他平时在宿舍里，除了吃饭跟打水，跟我们交流很少的，基本上就是听歌、看书这样。他外出吗？
如果他外出，他会去哪儿呢？这我不知道，但他出门都会化妆，而且穿的也很好看。但他从不会告诉我们去哪儿，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你上次那个同学说猜她有男朋友，她到底有没有？可能吧，反正谁也没见过。也不好奇是吧？也不问问。这有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花园。哟，你听人大学生都会说话，秘密花园。回去我督促我姑娘，让她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哦，对，我记得有一次她在被窝里哭，还挺伤心的。不过我以为她是想家了，就没有多问。什么时候？好像是放寒假之前吧。对，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她有这个夜不归宿的时候吗？这是查案子，你知道什么就跟人说什么。他偶尔回来会晚，但夜不归宿只有一次。都是成年人了，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当然，哭之前，哭之后。之前，对，好像之前。之前。同学，你再想想，就是跟他接触当中有没有什么表现异常的地方呢？他平常不太跟我们交流，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啊。是，这也是难为了，是吧？行了，那个想到什么了，你就随时联系我们。好。好。那个，薛老师到底犯了什么罪啊？他真的是坏人吗？他们不是还没有开这个解剖课吗？下学期。那你怎么认识的？他平时上课还挺受欢迎的，我们偶尔会去旁听。好，没事。你回吧，你先。谢谢同学啊。干什么？变色了吗？你以为真有色素啊？你真行。我给你倒杯热水。不用，走了。哎呀，这就叫代沟。辛苦了啊。那，这是于爱琴的戒备记录。她还挺好学的。别人呢？啊，她经常来我们这儿借书。哦，坐哪儿啊？总在那个角落。文文静静的姑娘，头发黑直的，总是低着头戴着耳机看书，要么就是写东西。好，二叔，于爱琴的私人物品我已经从技术科要到了复印件，还有这个翻刻的磁带。他的亲属关系我又查了一圈，确定他在本市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好，这么着，这上面所有出现的这个书名，按图索骥，买了给我。好嘞，好了，回去啊，拜拜。拆开看看这什么东西，真是要了命了，真是。哎，来了。
人呢？都走了。2位受害者都不愿意指认薛家健，为啥？他们不想让自己的老公还有亲戚朋友知道这种不光彩的事。啊，当然这个不光彩是要打引号的。这性侵案就这样，这往往就卡在一个点上。你看，算上那个结婚那姑娘，3个了吧，都不愿意报案。也说明他们家人确实还不知道。这一点我在交流过程中也反复确认过了。我会继续找他们再做工作，但是坦率的讲，希望不大。这还真得抓紧，要不时间越久啊，越查不到。你看现在，唯一没查到的，就是最早被性侵那个。就这个，现在是最后一个突破口啊！必须得找到。这个女孩你见过吗？没见过。哎，你好，打听一下，这个女孩见过吗？没见过。你仔细看一下。没见过。哎，大哥，你看一下这个女孩，你见过吗？啊，没见过。确定？啊，没见过，没见过。你确定是这一家吗？我确定，他同学说了，他总来这条街买磁带。哎，你好，看一下这个女孩见过吗？没见过。仔细看一下。真的没见过，没见过。哎，你好，这个女孩你见过？没见过。你仔细看一下。真的没见过。哎，看磁带。哎，你好，这个，哎，打扰一下啊，这个女孩你见过吗？哎，老板，哎呀，你千万别耽误我做生意，不要磁带。哎，您仔细看一下。看什么呀？我这是卖磁带的，不是卖人的，没见过。我打听个人，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买不买磁带？不买磁带，别在我摊前站着啊，耽误了我做生意。你这有死亡金属吗？哎呀，你懂得还不少啊！就你们这种的还听死亡金属啊？快回家听听邓丽君得了啊！不是，我就问啊。你这磁带都是正版吗？啊？正不正版？正不正版？松手！有关系吗？松手！干嘛呀？警察同志，我这个是我朋友放在我这儿的，正版，这个您放心啊。死亡金属有吧？有，在这，哎，都是死亡金属。来看一下，哎，见过吗？好像是在哪儿见啊？好像是。给你提个醒，大学生来你这儿买过磁带吗？大学生。哦，我想起来了，之前 Ross 带他来过这儿。什么事？罗斯，一个玩乐队的，他也卖大口磁带。你确定他带这个女孩来买过这个磁带？确定啊，每次都是他带过来的。联系方式有吗？那我没有。住哪儿知道吗？这个玩乐队的扰民，经常搬家。再说了，我跟这个罗斯真不熟。警官，来，手伸出来。哎，手伸出来。这是我联系方式，如果看到这个螺丝，联系我。啊，听到了吗？哦。上附近居委会还有派出所打听一下，谁在附近经常扰民啊、玩乐队什么的。等一下，你干嘛呀？等一下，哥，
我不是黑车，不是哥，要不要玩一玩？玩什么呀？麻将炸金花，你想玩什么，我们都可以给你安排。不好意思，我不玩这个。哎，不是哥，听我说完嘛。哎，哥，保证你能赢。都这么说，谁信？哎，不是，哎呀，哥，现在警察查得严，我们那安全。我们厂子不为赚钱，就为了赚人气。这样吧，哥，你等会儿跟我去看一看。你要觉得好，咱就玩2把；你要觉得不行，掉头就走，没事的。有了。不是又有了呀？你这一晚上啊！哎，是，不好意思。哎呦，时间差不多了，我还要去医院呢。大哥啊，今儿就到这儿吧。啊，大哥，哎，你今天牌运这么好，不得多来几把，是吧？对呀，来。你这，站着。我就是倒霉。你说我咋能那么倒霉嘛？老蒋，你放心啊，这些人啊，他一个一个都跑不了啊。老包，哎，来了。哎呦，怎么了？这个老蒋给老婆看病，好不容易攒了3万块钱，昨儿让人给抢了。3万都抢了？什么人抢了？怎么知道你有钱呢？我也不知道，就是去医院的路上，然后突然冲出4个小子，就把我给抢了。嚯，锁链、棍子、砖头、刀。啊。你当时用什么装的钱？就是，这么一个布袋子，都慌了，也不敢吱声。你说咱们局里现在正在搞专项治理，这不就是顶风作案吗？是。行了，这不已经报案了吗？给你好好找找吧。好，行，先回去吧。好，等消息，人没事就行。行，好，那我走了。好。哎，那个漏彩名单给我看一眼。蒋广善，怎么了？都吓成那样了，还能记着人拿什么？记挺清楚。你们这片最近有关于乐队扰民的投诉没有？那我帮你查查。蒋老板，哎，魏队，吃饭啊？嗯。哎，坐。好。你看看想吃点啥？就来份炒面就行了。炒面。好嘞，你坐。好。啊，马上啊。嗯。这小地方弄得还挺干净，还是挺乱的。嗯。哎，我才发现你是左撇子。嗨，这不是这只手伤了吗？哦。哎，我们这些人活着干，死了算，总不能因为这点伤就关门吧？不容易，是吧，魏队？嗯。啊，对了，上回那个指纹那个事儿，就是因为这，你看，还没好呢。哎呀，你可赶紧盖上吧，你这都化脓了。你这创可贴得每天换啊，要不然全感染了。哎呀，这不一忙活就忘了。感染了，回头我就换。
那指纹好了再按吧。好嘞。嗯。哎，你手坏了也没个人帮你啊？哎呀，那小哥们儿啊，生病了，我今儿就没让他过来。不容易，不过干的也还挺好。我看你门口助力车都买上了。那车呀，那是领导让社区为了帮助我解决困难，就借给我的。哦，哎，那你们这社区还挺照顾你们外地。你是外地人吧？我其实是县里的，说到底也算是乡下的。哦，老婆也是你们那片的？对对对，我俩是一起的。哦，我们俩呢是家里人给介绍的，见了没两面就结婚了。不容易。户口过来了吗？户口还在原地呢。哦，没迁过来。魏队长，是不是因为我没去按指纹，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专门过来查我？哎呦，怪我是职业病，我逮什么都想问问。没事，你别多想。真没事啊？没事，你忙着。好嘞，稍等啊。哎。魏队长，好了。哎，趁热。好。喝饮料吗？不用了。好。哦，哎，魏队长，能不能要个您的这个传呼号？没问题啊。好啊，这样我。对，有什么事你随时找我。对啊。我看你们也经常来是吧？哦，你写好。124。124。94598。这个哈。好嘞。好。谢谢啊。我真是赵主任的亲戚，您就让我进去吧。这是办正事的地方，不是庙会，谁想进就进。您帮我通传一下，好吧？跟你说啊，我们有规定，你就别难为我了。哎，您别走。您看啊，我这大老远的来一趟，也挺不容易的。从老家给赵主任带点东西，您见着赵主任帮我给他一下，行不行？放这吧。好，谢谢啊。下回别来了。啊，行了，走吧。好，谢谢啊。谢谢。小赵先生，这包东西是你老家亲戚，说是带给你哥的，叫我转交。什么东西啊？花生。花生？我老家哪来这种亲戚啊？我看也不像，但是我又找不到你哥，你就得转交给他吧。行，你去忙。好。送花生。哎，宋叔，哎，您来了，打饭。哎，哎，宋叔，不跟你说了吗？没人的时候叫师哥。吃饭了？还没有。正好，我妈呀，早晨就开始炖这个肉，说让我给你带过来，特别好吃。快，赶紧，别弄了，赶紧吃。谢谢啊，那么多我也吃不了，你给魏国平他们分点吧。给他们干什么呀？
再说老魏吃我妈做的饭吃的还少啊，不给他，就给你吃。你俩也挺逗，有时候就跟小孩一样。那也是他，跟我没关系。哎，薛家健那个受害者找得怎么样了？不是，开言就是咱们俩见面只能聊案情是吗？宋楚，现在还有什么比案情更重要的事情吗？是这样啊，顾组长，这些天呢，我又把所有这些年性侵的案件又翻了一遍，确实跟薛家健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可以吃饭了吗？哎呀，怎么了？是他口供有什么疑点？这个人呀，组长，厂家那边给反馈了，怎么说？啊，是他们的牌子，发售渠道也找到了。行，太好了。走。哎，干什么去？我要再提审一次薛家健。不是你吃完了再去吗？不吃了。不是，炖了4个小时呢。哎呦，你真是。薛家健，怎么样？问题考虑清楚了吗？考虑清楚了，不就是倒卖点乙醚吗？顶多判个缓刑。不管怎么判，你出去都没有前途了。是，我的前途没了。你不也没得到你想要的吗？你干过什么，想隐瞒什么，我们心里很清楚。你笑什么？没什么。我干过什么呀？我隐瞒什么了呀？你让他们指认我呀？他们？哦，你说说看，他们都是谁呀？没有谁。你永远不可能找到他们，因为我本来就是无辜的。你觉得我们找不到吗？那你来找我干嘛呀？你对内衣的品味挺固定的。什么意思啊？这款内衣，你给你的女朋友梁云买过，凭良巷的受害者当天穿的也是这款。唉，挺巧的。只是巧合吗？不然呢？人民商场内衣专柜你去过吧？没去过。撒谎！梁云的内衣不就在那儿买的吗？梁云是我前女友，时间过得太久了，有些事情记不大清楚了。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你面熟，好像在哪儿见到过。现在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秦岛路，你就拎着这个袋子，推着自行车，我就站在你身后。哎，爷爷，哎，怎么跟我走呀？啊，我还有点事儿，刚才。哦，来，我帮你吧。啊，不用不用，我能行。天这么黑，要不我送送你？不用，马上就要到了，你忙去吧。好。你运气好，碰到个巡夜的。你露馅了。这款内衣就是你犯罪的激发点，你对受害者是有选择的，你专门挑选买这一款内衣的女性，而这些内衣又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售出的，你觉得我们通过销售记录能不能找到他们呢？
喜欢这个歌吗？这真是死亡金属啊！我们这是 punk 朋克。你们是警察。谁叫罗斯？哦，来看一下，这个女孩认识吗？这不是于爱琴吗？她总来我们这看演出，怎么了？你是她男朋友吧？他倒是惦记人家，但人家也不搭理他。要不人家最近咋没来呢？就是你给人家表白一次吓跑了。滚蛋！你别听他们瞎说啊！我那是跟他们开一玩笑，人家有男朋友。她有男朋友，你怎么知道的？她跟我说的呀。那她说没说过她男朋友叫什么，住哪儿？这我怎么知道啊？又不是我男朋友。于爱琴遇害了啊！她到底怎么了？多余的你先不用问，回答我们问题。是有个男朋友，不过就是个笔友，没事聊些什么哲学什么的。真人我真没见过。关于那个笔友，他提过什么吗？平时话比较少，这些都是那天他过生日，喝了点酒才跟我说的。哪天过的生日？12月6号。过完生日，他回宿舍了吗？那天不是喝了点酒吗？然后就在我家住的，但是他们都在呢，他们都能作证。把那天在场人的名单、联系方式都给我写一下啊！最近你如果离开宁江的话，通知我们一声，好吧？哎，知道了。于爱琴夜不归宿那天晚上啊，接触了几个人，名单基本上在这儿，挨个联系看看情况。还有啊，根据这个于爱琴看过的书目，到市图书馆把她的借阅记录全部调出来。好，各高校图书馆也要过一遍。是，明白。哎，另外邮局啊，邮局看看最近他这个书信往来情况啊。魏队，哎，我们顾组长让我问你，薛家健案的受害者要不要去看一下？我去。陈海平。哪儿找？听着罢了。半年前你在人民商场上班。对，主要卖什么？女士内衣。那这么说，你有可能见过我，我在你们那儿买过东西，但说实话，真是挺贵的。是，那时候商场刚进高端女士内衣专柜，好些花式我们都没见过，去的人挺多，但真花钱的确实少。对，这些款式现在看起来不觉得什么，但当时还挺不好意思的。那时候人保守，我们当柜员的看着那些款式，都不好意思呢。哎，我当时买了一条红色蕾丝边的内裤，你对那个款式有印象吗？那么长时间了，那么多款式，我哪能都记得呀？上面写着，你后来主动调离柜台了，为什么？因为不好意思吗？啊，哎呦，那损失了不少奖金呢，你舍得啊？还行吧。你当时是不是有个男朋友？他不是我男朋友。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是他吗？你别紧张，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他涉嫌强奸。但我们觉得他不止犯过一次案，所以现在在搜集证据，还有受害者。你们为什么找我呀？我们问过你的组长，他说有一天你哭着跟他说要调离柜台，是因为你的男朋友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呢？那时候我们俩正交往，发生这事儿，我说不清楚。来，谢谢。这事情还有别人知道吗？应该有。谁啊？组长儿子。你怎么确定他知道呢？那时候他挺喜欢我的，也追求了我挺长时间。后来我调离柜台之后，他就再也没来找过我。组长肯定跟他说。头让你装座堂拖延时间，这招还行吧？你别废话了，里面要喝茶。去哪儿找啊？想办法。赶紧找。吴峰这边要喝茶，赶快去买点茶叶。好，知道了。进去。事儿还挺多。终于见到您本人了，久仰大名啊！您这一来，我这公司都蓬荜生辉。哦，我姓宋。啊，对，我秘书跟你说了我们公司的需求了吧？宋老板，你的手很粗糙，还有刚才你那握力，不像是坐办公室的人呀。嗨，这最近啊是比较流行在什么高尔夫球场谈生意，我这也不会呀。所以就找了一个教练，天天在这练习场这挥来挥去，握来握去，这手就练成这样了。你是从哪儿听说我的？哎呦，这话说的，整个宁江谁不知道您胡一刀啊？不但技术一流，而且所有的货都是现货现做，不像那些人投了一堆垃圾，不成倒卖了。别人把这当生意，我这儿是艺术。艺术啊，就。我不太懂，我问一下，我理解的这个艺术是不是什么音乐方面的，美术方面的？你说的那是下品，死亡才是最高的艺术。哎呦，您这吓着我了。
这太深奥了吧？这个人从一出生其实就走向死亡。你恐惧它，但它又是你必然的归宿。这种冲突是最高级的戏剧，所以各民族的文化中也都有对死亡的崇拜。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里也都包含这种态度。文森特·梵高为什么流芳百世？是因为他的画里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气息。贝多芬的 C 小调，噔噔噔噔；第5交响曲的开篇，很多人说是命运在敲门，错，那是死亡在敲门。因为人类唯一的命运就是死亡。而我呢，放弃了那些间接的形式，直奔主题。当一个生命在你的手里，以死亡的形式被听歌，那就是爱。胡老师，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啊，您说完了吗？太棒了！就虽然我不太懂您说这个什么艺术那个境界啊，我就现在对你的这个艺术这个现场，我就特别感兴趣。你什么意思？就刚才您说这个，哎呀，就是真正的艺术感觉呀，我特别想去你的那个艺术现场看看，您是怎么把我们就是鹏程万里给做出来的。你公司叫什么？国平，寓意呢是国泰民安，太太平平。外面那牌子明明写的是海丰公司，这公司不是你的。哎，胡儿，您那肯定是误会了。您稍等，小顾，顾老师让您久等了。久等什么？把你们几个给我叫来。稍等啊，稍等，我有问题，您提示的特别好。过来，站好。宋总，还知道我是宋总啊？是不是拿我的话当放屁呀？我跟你们几个说了多少遍，上一个公司的牌匾赶紧给我摘了，扔了远远的，怎么就不做呢？熬什么熬？我干什么吃的？没忙过来。什么？还有你作为我的私人的这个秘书和助理，这事儿还用我再提醒你吗？我昨天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说最近订单特别多。我不想听这个，我只要结果。最晚明天早晨，我希望我的牌匾出现在我的公司门口。如果拿不来，我1分钱不会给他们。都听明白了吗？明白。还愣着干什么？滚出去！哎，你看，胡老师，误会吧？你看，我就说你2句嘛，怎么还闹情绪啊？没有。什么没有？就全在脸上了吗？啊！你作为我的私人秘书和助理，你得什么事都想在我前头，对不对？要不然你让人胡老师觉得咱这公司是假的呢，明白了吧？我知道你已经认识到你的错误了，那个就忙去吧。误会吧？我说是误会吧？走。小姑娘，没干过助理，没干过秘书，得慢慢培养。你看这还得哄着。什么女助理、女秘书的，不就是高级妓女吗？办不成什么正事儿。
胡老师，有些话呀，我觉得不能这么说。我就是一个糙人，我不懂你说什么艺术啊、境界啊，我只懂做买卖。那今天咱就谈做买卖，咱们俩之间那买卖价钱，我再给你翻1倍，怎么样？商人就是商人，你不配看我的现场。先交定金，然后等我消息。没问题。好，你要走我送你。小郭，小郭来了。那个胡老师要走啊，送一送。哎呀，今天您能来呀，我真是太高兴了。也希望咱们能够合作成功啊！也希望看到您那个真正的艺术。那行，我就送您到这儿。出来吧。拜拜。慢走啊。有病啊！看出来了，就你闲。你们怎么找到这么个地儿的？想知道啊？啊，保密。肯定是老魏。明白了，那小雨呗。上钩了没有？魏队运筹帷幄，宋处随机应变，他想不上钩都难。本来这活是我的，看不上，他非说我这气势不符合老百姓相。哎，我倒是觉得宋处这话说的对。不是，人家主要是为了跟开颜搭档，你还没听明白这话？你闭嘴吧你！哎，行，你幸亏没去。我跟你说，就这货他就是一变态，他完全瞧不起女人。他说什么死亡是什么那个什么最高的艺术。我跟你说，你要去了，早给他扣了。你去？他说这话了？对啊，我在那都瘆得慌，你知道吗？怎么了？聂小雨看的书里边也有这句话。嗯啊？谁？不，岳爱卿。哦。
头儿，那只鹰已经交给森林动物园了。要是于爱卿受害的时候，咱们在就好了。哎，你看。 凶手分完尸，直接拿水一冲，血直接就流到地下去了。但是缺了个东西，斜纹宗标。它用完之后可以烧毁啊。胡峰，你涉嫌非法贩卖野生动物。 同时，我们还怀疑你有其他违法行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审问，你要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这个人认识吗？人？我为什么要认识他呀？我认识你们俩，还谁呀？那陈海平呢？你总认识吧？认识，我妈同事。 你是不是追求过他？自作多情。正面回答我问题。是，我承认我曾经一度对他产生过兴趣。是因为他颈部的曲线几乎完美，仅此而已。那你承认你追求过他？那后来为什么不追了？这是我的自由吧。 那我现在问你，你为什么不喜欢你的老板啊？在那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胡峰，我没有足够的证据，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知道吗？问你是给你机会，要觉得你不回答，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好好的看看这个人认识吗？ 认识，医学院的。你知道他对陈海平做了什么吗？你知道吗？陈海平告诉我们，他被这个人侮辱了。你知道之后就再也没有去找过他，是这样吗？那个女人她自己不检点，让别的男人有可乘之机，难道这后果应该我承担吗？ 你喜欢的女人被人侮辱了，你不但没有保护她、安慰她，你反而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你就是个懦夫。你只配在废墟里摆弄你那些让人恶心的艺术。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艺术，知道吗？啊！不可以侮辱我的艺术。 还有你们说那个鹏程万里，你们知道吗？那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们用生命、用死亡来创造的，死亡才是最高的艺术。闭嘴！小郭，我带着。走。 佩安，哎，喝水。不渴。一会儿咱俩去吃宵夜吧。不饿。哟，这么晚了，一会儿我送你，你别骑自行车了。不用，我骑习惯了。啊，哎，你怎么看胡峰这人啊？我希望他是演的。 我觉得不像。哎，怎么样？完事了？哎呀，这胡峰啊，他就觉得自己特了不起，那我觉得啥也不是。你咋这么情绪化呢？这应该不是一个审讯结果呀。他的意思是，这个人外强中干，反而不像薛家健那么难对付。
他承认自己知道陈海平被强奸的事情，但是从他的反应来看，他把更多的不满是放在了陈海平的身上，对薛家健没有太大的仇恨。就这么说吧，就是一怂货啊！不管是杀人碎尸还是抛尸，哪一项放他身上都能吓尿了。哎，哎，干嘛呢？这么平静啊？不太像你风格啊。这不吸取教训了吗？确凿证据到之前都得乐观也好，悲观也罢，都。反正现在那个技术已经把这个血液和土壤样本都拿走了，去检测了。哎呦，我真是希望他是演技高超啊！哎，可不能这么希望啊！你这就属于恶意，当他老师带你上课去。哎，说什么呢？说什么呢？怎么就不能这么希望？你就上什么课呀？不，我觉得人开学说的没准就是演的。不，我这么说确实不够严谨。卫队说的对。不是，开眼你听不出来我是？哎，大哥，大哥，哎，你没事你走吧，行不行？啊，你这身上都有味儿了，你回去洗个澡。我作为处长，我给你放假，你明天中午来上班，行吗？你心有这么好？我关心同志不行是吗？感谢你的关心。那这样，宵夜谁去？我不去。两个。你等会儿，我那个就是肚子，我就是刚才咕噜咕噜叫了。不行，你等会儿。我明天能请一整天的假吗？有点事儿，宵夜去不了啊，抱歉。那个，他这不去了，你是不是也不去了？确实有点晚。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了。我就要等魏国平来。你找他干什么？我要跟他把话说清楚。跟他说什么呢？说到找人打我这事儿。你刚才自己也说了，打你是谁都不认识，你怎么知道是他找人打的你呢？打我的人让我搬家，除了他还有谁能干这事儿？让你搬家，什么理由呢？他肯定觉得我骚扰他妹妹了。那你有没有骚扰他妹妹啊？我没有，请你不要冤枉我。我没说你有，我不是得调查清楚吗？他没有骚扰我，我可以保证，我哥不会对你做这种事儿。你要觉得我住这儿对你有影响，我可以搬走。下次再来啊！他们上次说的那个，你们的蛋糕，谢谢老板。哎，咖啡怎么样？挺好的。那就行。你怎么来了？我觉得挺好喝的。哎，小郭，弄杯咖啡。坐。你怎么来了？王德发怎么回事呢？啊，我找人收拾他了，那么不老实。哎，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说。谁让你去找他的？还动手？那肯定是他们几个呛起来了，打两下没事。呛起来也不能动手啊！什么叫打两下没事？我妹妹的事儿，你别掺和，我自己能解决。你怎么解决啊？你能打他还是能骂他呀？我至少能把我妹妹搬我那儿住去。搬你那儿住，你那么点儿的地儿，你们俩怎么住？我可以上别的宿舍去啊。那谁照顾他呀？行，你别管。哎，这样搬我那儿去啊？行，我再给他找个保姆。我说真的。别折腾了。不折腾，都一家人。臭老头。坐吧。谢谢。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有人投诉。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啊，不用解释了。你这个人呢，做事不太守规矩，但太出格的事还不至于。你那个朋友聂小雨来过了，主动为你澄清。他说是完全出于跟你妹妹的关系，他去找了王德发的麻烦。这事儿你完全不知情。对，是个不错的姑娘。可惜，您放心，我会协调好这个家里和单位的事儿，我不影响工作。王德发那儿，我会找人再去做工作。就算他实在不愿意搬走，起码做到井水不犯河水。谢谢。要，我先走。好。胡老头。愁眉苦脸的，一看又挨批了。还真不算，打一巴掌给个甜枣了。行，有甜枣就不错了。你们在肠子里发现的血迹检验报告出来了，没有发现人类的血液。还有，胡峰的指纹检验报告也出来了，和发现的完全不符，白忙活了。说到指纹啊，之前漏采的那些人员都已经采集完了，经过比对之后，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蒋什么善，采了吗？采完了，抓紧时间比对。好。头儿，我们去邮局也查过了，每天从医学院，发出的信件实在太多了。哪些是于爱琴寄出的就很难查，更何况他很有可能从别的邮筒寄出。收信情况怎么样？学校也核实过了，除了家信，于爱琴没有收到过其他来信。不过我也会继续调查还有没有别的收信渠道。哦，对了，那个罗斯提供的生日聚会名单也已经核实过了，没有发现疑点。还有那些冷门书的借阅人，初步筛查也都不符合作案条件。那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谈生气，山中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咱们命不可能这么长。好的时候没准该来了。都给我振作起来啊！咱们这一路走来，虽然没钓到什么大鱼，虾兵蟹将可钓了不少，对不对？啊，开心点啊！还有咱们破不了的案子吗？啊，好。山清水净哪有路？柳暗花明村在哪？市刑警队。啊！电机厂着火！小聂总好，小聂总来了。小聂总，哎，张经理，小聂总，你怎么来了？美高美都重新开业了，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哎，今天丽丽没来。没来？是不是生病了？你让人家养好了再来，别跟周扒皮似的。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怎么了？又跟那小白脸扯上了？哎呀，怎么跟你说呢？丽丽，小雨，哎呀，怎么弄成这样啊？自己不小心摔的。
这哪是摔的呀？好好休息吧啊！谢谢医生啊。哎，郑经理都跟我说了，他就是个混蛋。小聂总，这个人是聂主任请来的贵客，咱得罪不起。我管他谁啊？谁也不能这么祸害女孩。祖宗，我没法跟聂主任交代呀。那我找魏国平，我就不信警察还治不了他们。小聂总，啊，我跟消防支队这个领导都谈过了。国平啊，走，你对这儿我看比较熟悉，师傅们也都信任你，安排你带队还有分局，一起跟这个消防支队组成联合专案组。不管怎么说，就是要尽全力把造成这个事故的原因彻底查清楚。肯定是有人故意放火，不可能是意外。行了，国平啊，给大伙一个说法。你要什么说法？现在什么结果都不知道了。我们先第一步啊，得是配合这个消防部门，先把这个事故原因查清楚。大家放心，好吧？爸，我妈呢？我不是你爸，也没你这样的儿子。你看看，干这好事儿，把人都害死了，天天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滚回家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我干的。你别说话了，来，赶紧离开这儿，快走，别在这儿待着。有你什么事儿啊？他是你哥，我哥，我只有一个哥，我哥现在躺在烈士陵园呢。你算个屁呀！肯定是聂宝华派人放的火。妹妹，不要跟我妈的妹妹跑了！哎，别跑了！赶紧走！快！不能走！别起了，别起了！这里。把那门挡住！挡住！都挡住！这是谁干的？不是咱的兄弟，我都问过了。问有用吗？去，把人给我找出来。好。我来钱湖之前，就听说聂主任你胆大心细，手段也够硬。怎么？被烧死的那个女的跟你有一腿？这高秀莲之前被绑架，警察已经把这事安我头上了，现在又出了人命，我很可能会被彻底盯死。你害怕？不，你怕什么？他们有证据吗？最后这事儿不过也就找几个小喽啰把锅给顶了，伤不着你半根汗毛。你觉得这火是我放的？不是你放的吗？我犯得着跟你演吗？甭管这火是谁放的，但要我说，这把火放得好。要不是这把火，那些电机厂的工人，他会害怕吗？这改制合同他们能签吗？谁会为了那几个钱把命搭上去啊？跟你说啊，就宁江这些事儿，你可能还是不懂。聂主任，魏国平来了。
哎呦，好念！哎呦，稀客，哎呀，特意过来的？哎，路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你不知道？电机厂失火了，我正在琢磨着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哎，你这发小可以啊，没忘本。他是，都是一个院出来的，我这么想，也是应该的。哎，电机厂并购的事儿怎么样了？二哥，你这时候跟我提这个，什么意思啊？国平，咱们之间也就别兜圈子了。我知道你们来找我是怀疑我，对吧？咱们电机厂出来的孩子，当年跟人打架，外边的人怎么说？说咱们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谁不知道电机厂出来的人，吃软不吃硬啊？我用这种方式收购他们，跟他们这叫硬碰硬。我有什么好处？我能办得到吗？好，即便我办到了，我身边突然出了那么一大帮恨我恨得要死的人，我后边的事情怎么干得下去？你们能饶得了我吗？我这不是给我自己刨坑吗？你干刨坑的事还少啊？你谁啊？还一句话，兔子不吃窝边草。电机厂就是我的根，我的家。所以这件事你们不查，我也得查。所以说，二哥，你说你这时候跟我提这事儿，干嘛呢？哎，你激动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问你，光说一堆。这儿轮不着你说话。苍蝇啊，不叮无缝的蛋啊！是个人就怀疑你，你自己不想想自己身上有啥问题吗？心里没数吗？跟我们厉害什么劲啊？都说了，我们是正常的走访，有错吗？我们走访需要你聂主任批准，你给我盖个章啊！走吧，二哥，查案子啊，也轮不着你。走，二哥慢走啊。然后那个你赶紧去到那个豆芽桥派出所，你妹妹在哪？他怎么了？我在现场被围攻了，国平把他救出来了。还有你这么一个哥呀？急了，咱说一句话，他10句话在这等着，不是他才怪。有可能啊，毕竟他想吞并电机厂。你看呀，要不要对他实行监控，查一查他近期和什么人有往来？不像他。没想到啊，聂主任，还有这么重感情的一面，铁汉柔情呗。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技术部门的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可以肯定的是，电机厂这次失火不是意外，而是有人故意纵火，造成了2人死亡，上百人遭受到了身体和财产的严重损失，有家不能归，性质十分恶劣。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宁江市，尤其是前湖区一些地方，鱼龙混杂，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恶势力。他们有的欺行霸市，恃强凌弱；有的打着各种生意的幌子，干着不法勾当；还有的盘根错节，独霸一方，甚至让当地老百姓都不敢直呼其名，而称其为主任。这些人，他们的气焰实在是太嚣张。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全力以赴，查找到纵火案的真凶，
和背后的主谋，还宁江一片太平。我们要让某些人知道，这里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宁江，不是他们肆意妄为的乐土，明白吗？明白。